本节目由超级省的同城旅行独家冠名播出，5折住好房，订酒店就同城。好豆奶和爱豆，本节目由银露植物爱豆破壁豆奶赞助播出。哎，我们去沙漠实习。我们要穿越沙漠，进入无人区一样的地方去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一定要到那个震撼的邮局里面去感受一下。我不走了，我不累了。来，谁不走的？你们不走，我不走。你也不走了？我也不走了。好。哇塞，哇塞，风好大，就感觉已经没气儿了，已经。这是什么？我来慢一点。咱们这一天够狼狈的。欣然姐，你还好吗？我不太好，你不太……我想放弃，是真的。再继续下去，我觉得我就会给大家添麻烦了。哇，真的太漂亮了吧！有人吗？哎 ，Hello。如果天好，真的我们就穿着泳衣，喝点酒，搞点吃的，在这聊呗，对吧？荣哥呢？小龙老师没有来。孩子们吃饭喽！班长，你可太像样了！哎呦天哪！我跟你讲，你今天绝对20了，你绝对20，1个月都不能多。哎，浩瀚沙漠色。你不怕被淹没在沙子里吗？啊！为了致敬沙漠嘛。哎，我昨天一看到这个酒店，一打这个窗帘唰一起一声，我说我不走了，我不累了，我们不走了。有跟我在一起的，我跟艾达达成共识。来，谁不走的？你也不走了？我也不走了。好。我反正还想按照那个沙漠车走。哎，对，年轻人就是应该走出去。思思姐，你想去哪里？我去沙漠实习。耶！可是我也想像小孩一样玩一下，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要去。明天还可以啊。哦，明天还可以。好。哎，正好哎，一个班长领一个队，你看看。边吃边聊吧，好吧，一会儿凉了。好，我使劲吃啊，我不管了啊。哎，哥哥姐姐们，这里还有很好玩的扑克呀、桌游啊啥的，我们回来可以玩。那不如就这里玩吧，啥都别去了。哎，我们晚上边喝马奶子酒边玩吧。好啊，我们坐在外面，我们赢了走过去玩酒廊，输了就打酒廊吧。你们每天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打酒廊。我正想说这个，吃饭睡觉打酒廊。我突然间想起，我92年拍了一部电视剧，是如来神掌。我是做一个坏人，还满头白发，然后就拍着那个鼓，不要不懂笑。他们说用丹田笑
出来就很嚎很厉害，我就搞到他们每一个都说太难听了，你的笑容。我说我咋办啊？没办法，你要笑得太开心了，敌人不怕的嘛。哎呀，我觉得演戏最难的就是笑。那小王老师来一个，老师来一个。哎，等一下，老师来了。早上起来劲儿不够。你的一世英名即将被毁。哥，不是，我突然觉得呀，就是我之前的35年一直觉得自己没上中戏挺遗憾的。现在不觉得了是吧？但是我就很想跟哥姐们探讨，就是入行的时候不是哭戏，大家都很有障碍嘛。然后我当时就听了很多的阴招，说什么就是看灯你就会流眼泪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第一次在内地拍电视剧，有个女演员，我第一场跟她演戏，她就说：“导演，你要我在这边流泪还是这边流泪？”哎，我也听说过这样的传闻。然后那个导演就说：“啊，没所谓，你都可以。”然后他说：“那好吧，我先把这个留，然后再把这个留。”我说：“哇，这里演戏真的很卷啊，厉害啊！”然后呢，我就跟他一起再喝，然后他就哭了，两边都没有流出来。你还有这样反转呢？我天哪！把我笑死了。哎，咱们不是还有催泪棒吗？导演，这种催泪棒记得吗？我之前用了一次，然后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哭的不是，一直流鼻涕，眼泪一滴没有，眼睛剧痛，然后鼻涕开始冒泡泡，啵了。催泪棒。我也有一个女演员也是朋友，她就来了哭了，然后滴几个那个白花油在这里，然后呢来吧哭吧。这是哭还是哎，这个是现实版的辣眼睛。然后我一直在不能笑，他在哭，我这边演到我多痛苦啊，我真的。结果你哭了，因为你笑出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还记得咱俩就去横店吗？第一场，当时我们还在定做羽绒服，啪一个电话说赶紧回来化妆拍这场，不是送他出宫吗？妈呀！后来演完了以后，导演说，哎，眼泪没多少，鼻涕倒挺多。我跟你讲，你仔细看那一场，我手后面一直在这，不敢拿下来，都是鼻涕，我没有气机擦它，眼泪大概就到这，鼻涕哗哗。啊，我也不能总是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总是回头，控制不了。哎，看一下群里面发的滑沙、索道、缆车、蹦极。哇塞，咱们转话题这么顺畅吗？转的话题。不是这样的，那个群里发说，老师们可在短时间内尽情游玩，然后午饭以后随时出发，大漠微雨，情调宜人，尽情 happy， 肆意放飞！哈哈哈哈哈！姐，你还要多放飞啊？我说的是你们。哦。我们走了，出去玩了，拜拜。走。咱们要不要扛箱水走啊？路途遥远。有车上肯定。确定有吗？我觉得应该有。我觉得可能没有。给我拿着吧。你 OK 吗？一个人？啊？我跟你一起扛是吧？行嘞。给我吧，哎，走，一起走。走啦！哎，我们要不要拿点吃的、零食、干粮放车上？哎，我已经全拿了。你，莹莹，来，搞进来。啊，那个，你们的小分队要吃零食吗？我们不需要。那我们都拿走了。咱们用拿这么多水吗？那行，那少拿一点吧。然后把豆奶都拿了。莹莹，哎，我带2根香蕉，2个苹果，4个人，如果很饿的时候，每人半个苹果，半根香蕉。我包里。旗子，小颗的方便。行，好，因为我包里带了湿纸巾。这4瓶水，我再拿一些给大家。好。你们那几个装年轻的人，快走吧。怎么了？好的，我们马上滚蛋。
有人要干枸杞吗？够了，补气。够了，拜拜，走，拜拜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哎，不觉得他们走了以后安静了？哎呀，头都晕，耳朵都疼。好吵啊！去沙漠玩了，我们要去表白大道沙漠邮局，还有一个那个地球之心。坏心团就此分成2组，一组决定按着路书冒雨前往沙漠深处。我疯了！哇，里面是什么呀？另一组放弃原定目的地，选择自由探索。由于坏心团分头行动，他们将无法获得团体金瓜子奖励。沙漠里的暴雨会下多久？遵循内心声音做出的改变，又会将他们引向怎样的风景？队长，队长，哎，对，我是队长。对。哎，你是队长。队长，你让他们发个定位呗。我来，你让队长干点活。不是，我这安全带都系不上。你先系你的安全带，我来。安全带系不上。队长，被架空了，队长。对。他们说可不可以给我导航一个定位？他们还没有开车。他们还不能开车，因为还没有定位。哎呀，好舒服呀！我觉得我们先不要着急，反正一天流长，我们先享受一下吧。对，享受一下。哎，放音乐，这黑胶哦。来呀来呀！哎，难得有这样的放松的时候，对。哎呀，我觉得就差这点灵魂了。哎呀，我们的房间有了灵魂。我现在突然间就想躺平了，躺平吧。我要跳舞了，我就想躺平啊！哎，你说这时候如果要是没下雨，我们把门打开，听着唱片，泡着泳池，对，喝着马奶酒，妈呀！哎呀，好舒服呀，这真的好舒服，我就喜欢这样坐在这儿，一天都可以。但是节目就不像了，节目组就不像了。请看看我们的沿途风景，哇，我们的风和景儿。哎，那，我看啊，思路指定一个人问一个你最想知道的问题。你问吧，莹莹。你会吃回头草吗？回头草啊，我从来没吃过。未来有没有可能？未来有没有可能吃回头草啊？没有可能，我觉得。哎，我觉得我也不可能吃回头草哎。但是人有的时候不要再把他某一些话说得太绝对吧。以前年轻的时候会说我绝对怎么样，我一定怎么样，我现在觉得没有。我早就没有了。一切皆有可能啊！现在觉得一切皆有可能。很多事情都要交给时间。对，交给时间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是的，是的。他们出去也挺好的，其实，在沙漠上那个，自驾也挺舒服的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做完，就是看看之后休息够了，我们就开车出去。我们现在这样，我联系一下那个葡萄的那个好不好？摘葡萄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们联系摘葡萄。对。哎，那等一下，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不如看看葡萄，也葡萄。别吵，葡萄，我们做完葡萄了，然后我们开个车出去，不管能不能拍，出去看一下。好，我现在马上联系去体验采摘，好吧？好，如果可以采葡萄的话，又葡萄，第二次了，事不过三啊！葡萄，我刚才说的很好的，
你如果再有一次，我就要同步到这群里。走开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哇，他们啊，他们对，现在就走吧。有没有葡萄？没有葡萄回复你的话，葡萄啊，大姐，3遍了，我不行了，我的手机呢？我的手机呢？不可以，我打死给我！真的，我的手机，你不要有手机，你除非有手机，你不能有手机，我跟你说啊，葡萄分，我要给他改名，葡萄，哎呀，好痛，好痛啊！你女儿疯了！我建议你跟他断绝关系，把那对双胞胎给我不行，绝对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。那你敢不敢再说那个话？走吧。我发现了，他们4个人走了，我们更吵，有没有？天哪！爸爸，我好痛啊，我的手都。叫漠贝酒庄，你看群里面回了，去了啊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一会儿应该不会回来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真的太漂亮了。哎，就要这个音乐，就要这个音乐，这个音乐特别适合你老公，一下就明白了。黄沙吹不老岁月，吹不你的思念。哇！哎呦，这是哪位美女在开车呀？别这样说，是蔡美女。听说就是你把葡萄说成了葡萄。走开！你真的不想活到下一集呀你！我第一个把你干掉！哎，这一季都要杀青了，我怕什么？真的是，杀青有他没我。其实我觉得挺好，这次最后一站能够让我们自己来安排。对呀，我真没想过他们会愿意的。对，太可爱了。所以你们期待第2季吗？我们还没等结束就已经开始期待了，我也是期待了。而且我觉得我们这几个，说实话，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就好像熟又不熟，你明白吗？对。但现在呢，就好像已经大家都很通了，对，都可以玩起来了，可以骂起来了，还可以什么都说了，也不会就是你会不会误会我什么的，对呀，是的。而且如果真有误会了，就可以坦诚说给你听，我其实不是这样想的。哇，太漂亮了！哦天哪，那是什么地方啊？是月亮，真的很像月亮啊！真的，一个球，像球一样的月亮。哇，真的是太好了！呀呼！哇，好爽！哇，我好开心啊，可以在这里开车。哦，到啦！漠贝酒庄。哇，我们到了！哈哈。怎么说来着？糊涂啊！走开，你们走开。我们是把车拍到这里吧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想摘葡萄。可以，咱们这边请葡萄。他们搞到我就乱了哟！我的葡萄，好多的葡萄啊！活不过3集啊！你这个，这一片就是我们一个可以采摘的水果葡萄园。我们等一下可以采吗？我们为这个3位老师准备一个采摘环节，可以去采摘啊。好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们今天自己采摘酿的这葡萄酒，是当天就可以喝吗？不可以，你有没有点文化？什么？你这笨呀！不是，我刚才还是笨的话，人家以为我们这团队的每一个人都那么笨。行的，那我们就现在，然后就安排我们3位老师去采摘，好吧？走。那我们这边请，你请。天哪！葡萄！哇，果实累累！啊，我的天啊！啊，
天哪，一定要拍下来，拍下来！我的天啊，采摘，采摘，采摘，太快乐了！你看，我们往里面走一走。走不了了，走不了了，太美了。这些在大城市生长的孩子，他们都没有见过，所以你要理解他们，他们不是假的，他们不是疯了，他们就是真的没见过。哇，真的是太快乐了！哇，第一次捡葡萄，哇，多得很。哦天哪，太快乐了！哇，妈呀，你的一个篮子很快就装不下了，装不下了，还咋办有？其他的呢。我们在这吃饱吧，太好吃了，这葡萄香味完全不一样，太好了。哎，你们能不能掏出手机给我也拍一个呀？我们没有时没有人给间呢，我拍啊！我帮你拍，我帮你拍。我们又要吃又要摘。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别动哈。我们3过来。我们发给他们，让他们快，让他们恨一下，让他们急死。对了，你们看我们在葡萄园，好开心啊！有人不停的吃，不停的吃，不停的吃，现在变成肥仔了。没有加8啦。还有去看人家怎么弄红酒，就这样了。哎，我想问，就是我们剪掉的这些，它还会重新长出来吗？不会了，哦，不会，不会，今年不会了，明年就会的。而且明年的春天，你啥都会啊，你真讨厌啊你！你忘了他是你爸吗？哦，我爸真的是多后多才，多学多才的。你看，这个叫苦菜，小一点吃非常苦，但是蘸的酱很好吃。这个叫车前草，真的啊，这个可以吃的，也是都可以吃啊。那个叫马齿苋，这个去火呀、牙肿啊、蚊虫叮咬都可以。哇，你真的会有。所以你想要生活美好，其实哪儿都有能找到你需要的东西。哪都是美好，只要你具备发现美好的眼睛，而且有美好的人在旁边。是的，对呀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。气死他们！特别今天为什么我觉得那么安静？突然，已经少了4个人，天哪！哎呦，他们在葡萄园里玩的好开心哦！哇，给我摘点鲜葡萄回家。太好了，我们晚上有葡萄吃喽！你们能够帮我们多摘一点，晚上回来带给我们尝尝，带给我们吃吗？我们现在还在路上。我们就2个字回复他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1、2、3，不能。再来2个字，做梦。1、2、3，做梦。咱们回击他们一个什么呢？咱就4个白眼给发过去，快点。好的，1、2、3，神志都不太正常的样子。总算可以品红酒了。君老师这边请坐。哇！哦，我们要现场品尝哎。对呀，还有小吃啊！我们会不会太幸福了？太幸福了，来的太多人了。但是我开车我就不喝了，他们俩喝。啊，好吧。而且我们还有点心吃。对，我在吃杏子。哦，这个味道闻起来真不错。嗯，来 ，Cheers。来，交杯，交杯。他们俩在干什么？太美妙了，真的。它有一点点酸，但是呢，它不涩，挺好的。他应该已经醒了一阵儿，应该醒过。哇，太幸福了，真的。哎，其实这个喝红葡萄酒是全球的、全世界的。当时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，把葡萄带到了中国，我们慢慢就有了葡萄美酒夜光杯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对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对，哇，你们的人是做对啊，很厉害啊。其实成人之后一辈子要喝几次酒的，比如说特别开心的时候，我们说中国的酒在远古时期就有了。他真的是博学多才呀，博学多才。来，说。这个酒呢是最美好的东西，它跟歌和舞一样，就既给这个我们绿水青山和我们敬畏的世间万物的，所以酒是很重要的东西。你不管是出行、打仗、壮行、结婚。对，升学都会有酒，喜酒嘛。对，所以就是我们这一生总会有几次喝酒喝醉的时候，所以斗酒诗百篇，他喝多了，他出的那个，他李白的诗不都是喝多了才写出来的？对啊，斗酒诗百篇。对啊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我说的那些都没有文学的哈，我是一个，如果我喝醉的话，我会
告诉你我没喝醉，很清醒的。我上次也是跟一个好朋友去他们家，我老公在嘛，然后我们喝完了，我们就叫车是送我们回家，在车上我老公已经睡着了，我就这样，一路到家了，我说停，然后那个人一停，我一走出去就对着那个垃圾桶，哇，这样子，我真的是告诉自己不能在人家车上吐，不能忍住，然后一到差不多到了，停。你刚才那个表情让我想到猫头鹰，很痛啊！我喝完酒就是跟他一样的，我喝成什么样子，第二天很清醒，前一天做了什么。我对昨天发生过什么，我清清楚楚。不管头疼啊，不管吐啊，我都会知道。我是有一次横店，我说喝完酒了杀青嘛，我说我们拿花去送给另外2个杀青的人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一上车，车门一打开，风一吹过来我就不行了。到那之后我就抱了一个黑的垃圾桶，我一直抱着它就没有起来过，一直一路吐。然后他们说，龙哥你到最后你没忘了把2束花送给人家。真的啊，你还是送了，还送了2束花。但是你自己记得吗？我记得。对啊。但我就不敢回来上车，我就是不敢上车。我说我要一上车我就会晕。对，你呢？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我想起来喝醉酒的那些东西？我刚要说，就是在上海拍一个谍战戏，你知道吗？就李翊娟端妃。然后那天我收工早，他说，哎，我们找个地方我们继续聊吧，就是没聊够嘛，找了个小馆子，我们俩喝清酒。真的啊，你知道吗？就那个清酒刚开始喝就跟白水一样，没感觉，我们就这样一直聊天一直喝，然后我彻底断片了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哪一杯倒下，就等于是挺好，他是断片。你知道吗？突然就倒下了，关键他记得可清楚了。每个人对酒的耐受力不一样，有的人一喝酒脸就红，这个我就是脸很红的那种。但我喝酒，我是越喝越轻的，没有问题，这样就是正常的可以喝酒的。真的。但是酒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再开心还是控制一点量，大家能知道自己。我其实觉得就开开心心聊个天，然后喝一点点就会很舒服。我觉得喝红酒有一点好，比如说像我们这样聊，大概率没有什么醉的可能，因为都挥发出去。而且你同时要是再喝白开水，就挥发的更快了。对，其实喝酒就最怕喝闷酒。对的。来吧，你喝茶吧。哎呀，好孤单呐。你们在暴殄天物，要进到嘴里之后呢？没有啊，你不明白我们的快乐了。本来呢，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给你们介绍酒文化的老师，后来一看也没有什么文化，就算了，你们就不用给你们讲，讲也记不住，喝吧。来，你不能这样说话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你们也记不住这些文化。谁说的？他欺负我们俩。对。这个叫什么酒？干红。这2个都叫干红。干红它是什么葡萄？西拉。西拉还有什么？赤霞珠。这里没有赤霞珠。您给我们介绍，这个是桃红。对，这个是桃红，剩下这2款都是干红。都是干红。那但这2款的区别是什么呢？我们是上面有序号，4号它是美乐，然后5号它是西拉，它的葡萄品种是不一样的。那美乐和西拉它俩的口感和风味都是不一样的。随便啦，那就是一波一喝。我们别跟他说话，太讨厌了。哎呀，我头晕了，我真的对着他。哎呦，剑秋，我现在当一下剑秋。哎呀，我看见他我就头痛了。那你就不要看见他了。你们俩真做作。我们俩有了新名字，我们是娇柔做作姐妹花。娇柔造作姐妹花，我们可以上车了吗？好，出发。不如我们去SPA 沙滩吧。哎呦，刚才我们收到的消息是要去做沙疗啊，边沙疗边喝酒边放松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我的天哪！你们不要气人了好不好？一般做作的女演员，娇柔做作。我来开吧，你休息一下。我休息，我坐后面。好。我回来开就行。对，3个司机应该还是没问题的。哎，欣然姐、思思姐，如果让你们回到还没有生宝宝之前，你们给自己会有什么建议吗？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我觉得个人的性格，而且我越来越觉得就是照顾家很不容易。是的，所以我这2天不是经常开玩笑说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嘛。
年轻的时候该拼事业的时候，其实你想《甄嬛传》非常好的一个契机。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怎么你好像《甄嬛传》拍完以后没看到你什么声音，没听到你什么消息吧？我说其实我也在拍吧，但是没播或者有各种各样的原因。对，也是因为自己其实也没有去拼事业。对，其实说白了就是没有去拼，就是比较的顺水推舟，顺其自然。如果没有孩子，我依然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，我觉得是足够的。但是你有的孩子，你总是不由自主想要创造更好的条件、更好的环境，这个无可厚非嘛。而且说白了，你也得给孩子做个榜样吧。你不能让孩子看着妈妈天天在家里抠脚吧。所以妈妈工作，你学习，这就是大家各自有社会分工，是不是？我现在所有的这些拼搏，说白了就是为了孩子。你没有觉得你是为了自己？对。啊，那我觉得思思你活得太纠结了，太纠结，太辛苦这样。我初为人母的那段时间，我太投入了，我特别投入，推掉所有的工作，然后就在家里当全职妈妈。那么其实本来像我这样一个人，我是一个习惯了忙的人，那你就有一天你会开始不开心，你会觉得说你被世界抛弃了。那么我在想，那我要做一个这样的女性吗？哦，不要。然后呢，其实我还是有我的自我，我是渴望看见我的自我的，所以我很喜欢，其实在我人生未到的阶段的时候，去多听一些过来人的说法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你还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。你听再多没有用，因为每一个人他经历的事情不一样，他本身的性格不一样，对，他都是自己的认知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起码我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未来我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不会觉得哇，我的世界崩塌了啊，对，而是我听过，我知道可能会有这样的这种事情可能很常见，对，有可能性不只是我遇到了啊，那是所有的人他们都会遇到了，没错。你听我们讲了那么多有的没的，你不会恐惧婚姻吧？其实我一直都是有一点点的恐惧婚姻。我未来我肯定会把事业放在很重的地方的。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实现我的自我价值，但是其实我骨子里最深层的渴望亲密关系是陪伴。打个比方，我就说一个最那个什么的问题：结婚以后，男方只接受女方必须要在男方家过年，你接受吗？可以一开始就说好我不接受。但如果最开始两个人根本就没有聊到这个话题，他就觉得必须要在男方家过年，你接受吗？你心里爽吗？作为一个独生女，你家里也有父母呀，对不对？那可以沟通吗？不能沟通。如果沟通未果，我问你，那我会找寻，比如说过年两家一起过年。他不同意怎么办？对啊，他不同意两家一起过年。我为什么大过年的非要让我爸我妈和你爸你妈在一起过年？还有就是双方父母如果真的觉得说还是少接触吧，你总在一起反而是矛盾。你总把两家人搞在一起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会发生世界大战的。那个你无法调和，那是肯定的。真的。而且我是有一个怪癖的，是什么？像我谈恋爱，说一声好不好？我在确认关系之前，我要先见家长。这也是这样子很好。我觉得年轻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，其实，那你们的婚姻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而且我非常相信一句话，就是你看另外一半他如何对待他自己的妈妈，对，他未来就会如何对待你。对，我会去观察，因为我一谈恋爱3、4年，2、3年，我没有那么多3年。你不是乱来的那种小姑娘。对啊，所以我会很谨慎的对待我的每一段感情。商贸邮，快拍张照片！商贸邮局，还有闹日图湖，地球心脏，同城超级神，就停这里吧。千辛万苦才到了第一个地点。哇塞！哎呦，今天是够冷的，咱们这一天够狼狈的，这风里来雨里去的。我的天啊！我们还有头聊，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幸福啊？我还有一点就是很走心里面。你已经醉了，太心情了。他要睡着了，天哪！你们不会还堵在路上吗？对吗？一下子气太毒了，这样不好，这样。我上来了哦！哇塞！
买我的女儿。你别搞我！起来！谁给我拍一下？我要拍他了。你们看那个坏人。好，给我发到我们那群里。还有清凉补给，我不需要清凉，真的我不需要清凉啊，我需要温暖。我很想笑，我就觉得那么舒服，还听着那个叮叮咚。我在想他们在那个街上，什么感受？请问现在冷雨之下，气氛非常融洽。我感觉到温暖了，人生的。我觉得我自己做了好多梦，是梦到他们4个人在干嘛？我忘记了是不是发信息还是发照片？冷不冷？冻死了，冻死了！哎，瓜尔佳是贵在拥抱里，是不是就有这么大的雨？走，上车！今天我们要去澡堂子了是吗，同志们呐？是的，肯定要去。哎，司机师傅，我们刚才给您打电话约的。对，啊，就是我。那您现在就带我们去沙漠邮局了是吗？但是现在进沙的话，车辆要进行放气、插旗杆。那我们一块儿吧。好，人多力量大，快点。怎么着？好，等一下啊。我帮您撑着伞。好，谢谢。你这畏寒你还敢招风，你真是我裹了个腰，胆子大得很。要不要把浴袍给你披上吧？不用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先插旗杆吧。啊，好，这个旗杆它是有4节，然后是一节一节组装起来的。哦，为什么要做这个升旗啊？这个是就是进了沙漠之后，它是那个视线不好，然后提醒对向和后面的车，就可以让让其他车更容易看到这边有来车了，啊。OK， 所以我们是第一起。好，弄紧了，师傅。然后把旗杆插在车的这边。有这么长的旗，太高了啊！哇，好酷！这么长的旗，帅了。现在就是开始放气，轮胎放气。老师告诉我永远不要放气。我给他打温起来吧。但这个时候却要放气。放气，气压要放到1.0左右。为啥？轮胎不放气的话，它那个气压太足的话，到了沙漠之后，它就容易光刨坑，车不往前走。轮胎气放了之后，它的扁平率就快了，它的接触面积就大了，就不会容易刨坑，它就车就走起来比较顺畅啊。这是每辆车进沙漠都要必须进行的啊。还好吗？还好。我说的放到1点。你把浴袍穿上吧，我还好。这个差不多了是吧？对，这已经0.8了，可以了。哇，这放的时候就感觉已经陷进去了。会不会我们一上车发现不应该放那么多气儿？妈妈，好冷啊！关上哪？行了吗，师傅？好，这回咱都上车准备出发。好嘞。师傅，我们去沙漠邮局这段路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有个20分钟左右。好，行，那行。对，经过一片绿洲。好。咱们都把安全带系好。好，系好了。准备出发了。车可以走了。朋友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出发前，请大家看好，妆容齐全。你们看到我们现在的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过山车，好像还好吧？哎呀，像我们这种游乐园老手。哎，你怎么乐了呢？像海盗船有没有？哇，我们在漂移。欣然姐，你还好吗？我不太好，你不太，我想放弃，
是真的，是真的，这是刚开始还好，是真的，越来越。师傅，我想放弃，你放弃，不行，因为我没有坐过过山车。开回去。能开回去吗，师傅？把你带到路边。对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没事，没事。欣然，你把眼睛闭上，你别看。欣然姐，你试着幻想一下，你在开。幻想不了。你别跟他说话，现在就让他自己开始的吧。天，就刚刚那个边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觉得我的这个心脏，师傅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我觉得这里我要步行回家。对，平了，说，对，平了就可以了。师傅，终于问我回来了。没事，把欣然放下，让他休息。我走回去就好了，你们快去吧。没有，做欣然，咱们等欣然休息。因为我感受到我不舒服，我怕给大家添麻烦。欣然，我们替你哎，看啊！天哪！感受了2分钟那个越野冲沙车的那个开法，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啊！再继续下去，我觉得我就会给大家添麻烦了啊！因为我觉得我马上就要吐。伙伴们，加油！好的，随时手机联系哦。手机没有信号。我们快去快回，不让你久等啊！没关系，一定要到那个震撼的邮局里面去感受一下。其实我是非常渴望去到那个沙漠邮局的，都说到那里，对吧？我们可以跟自己告白，啊，写一封信给过去的自己、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。朋友们，我们可以出发了吗？可以了，你们准备好，我们就可以出发了。我们可以走了。好的，那就出发。走了，朋友们，来吧，来了，走起来了。我先开平缓一点。好的，师傅。然后你们就学着不刺激，然后我就稍微。我们不会嫌不刺激的，师傅，我们觉得太刺激了。我们觉得已经还可以。刚才那2下子，我觉得就是刺激的上限了。哎呦！我就喜欢这种微微的失重感，你知道有一种那个海盗船的感觉。哎，你们 OK 吗 ？OK， 让师傅加大难度了。这莹莹看来是不带劲儿了啊！哎，你看我手都没有拉呀，你想想。这回就给你们来点刺激的。来点刺激的来了。你怎么那么淡定啊你？我都比你紧张。没事，不用紧张。相信我的技术。那肯定是相信。师傅要炫技了，准备要来了，朋友准备好。下去吗？哎呀，好开心呀！刚刚有种摩托车压弯的感觉，嘿。师傅晚上在这儿看星星应该特美。哎呦喂，师傅，咱们是去看柔菊还是去见胖菊啊？咱们今天这个天气没星星。哎呦喂，师傅您别害怕啊。师傅随便啊，您想走哪条道就走哪条道，是吧？哎呦师傅，哎呦呵，哎呦，暂停。哎呦师傅，我把我师傅喊来了。酒廊呼叫师傅就。哎呀嘿！慢走。我看到了绿洲，太突然了。这就到绿洲了。哦，真的美，还有湖。对，还有湖。马，哇，这是野马，不能奔驰的野马。这有人养吗，师傅？肯定有人养。有人养的。哦，对不起啊。这个邮局是新的还是后建的呀？后建的。后建的啊，是因为在这里还是有人居住吗？对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意思。
我吃什么东西？哦，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朋友们，我看到了，是这个吗？是绿色的屋顶。哦，到了。哎呀，好孤独啊，这个邮局。哇，广袤无垠哎！我疯了！哎呀，比刚才坐过山车还晕。冷不冷啊？还行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这里好浪漫，有3个油桶，是给我们3个人设置的吗？不是，写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啊。哦，估计是要写3封信给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自己，估摸着是哈。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哇，好香啊！有那个稻草的香味。哇，一定上岸，前途无量，有求必应，心想事成。哇哦！哇，真的有很多人在这里留下印记哎！欢迎各位来到最孤独的邮局。这是你们看起来倒是十分面熟啊。奶茶小肥仔。或许在很久以前，我们曾经有过交集吧。墙边挂着的，是我给有缘人准备的礼物。如果它属于你，你看到就会知道的。墙边挂着的是给有缘人的礼物。墙边挂着的是给有缘人的礼物。哎，我特别想知道这个2022年8月24号在这里留言的李艳和圆圆，李艳、圆圆，你们2个在2022年8月24号在这里一起留言的，你们2位还继续相爱着吗？我一猜就想问这个。2022年9月21号在这里留言的，向周青青表白的，表白成功了吗？你们2个相爱上了吗？我好八卦呀！你们看看这儿。太有心了！姐，你看这。你说什么？没戴眼镜，听不清。我的妈！哎呦妈呀！姐姐，哦天哪！墙边的礼物哪有墙边的？还有，哎，可能是这个哟。那个不要打开，真的不要打开吗？为什么会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吗？哎，打不打开啊，朋友们？管他呢！几只？如果是7只，就肯定是咱们的了。3、4，哎，那么多呀！谁这么大胆，竟敢动本宫的东西？华妃，掌心的声音。这可是本宫精心藏匿、用以防身的后宫秘辛。若是让本宫知晓是何人擅自揭开这层秘密，本宫可是绝不手软的。金姐的事儿，华妃的事儿，赶紧的，假装这事儿没发生。它肯定里面有东西。我们就说是他打开的。对吧？那别的呀！你开嘛，你又不怕他。我这没入宫我就死了，回头。你又不怕他，这里头是干什么呢？不知道，看呗。打开一个看看，看一眼。哎，看来是每个人可以回答一个问题。哎，我觉得咱们要把这个留着带回去，晚上咱们一块聊吧。也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带走吗 ？OK， 好不好？耶！这晚上咱们一块聊，一块玩，谁也别想逃。光想知道我们的秘密吗？都别想逃。来都来了，咱们能不能就是带点礼物回去给没来的朋友们？把他们都带走吧，这也就算是我们送给他们的礼物。好，娘娘，臣妾觉得嘎香。好香！你，哎呦喂，啥东西掉了？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。哇，哎，你别动，别手，别动了，小跑。
风吹的，这可不能怪我们，不能碰瓷儿啊。欢迎来到孤独邮局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，无论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，即使没有人陪伴自己，你依然可以陪伴你自己，因为在漫长的时光里，你是自己最忠实的朋友，最可靠的伙伴。在这儿，请选择向过去的你、现在的你、未来的你写下心声，在孤独中相伴，在时光中共鸣，一人一心一世界，孤独邮局精神。一人一心一世界。我们在这儿写个明信片吧，然后写在这儿。我想寄一张明信片给未来的自己。你一般到了一个地方，有这种什么许愿墙啊，或者这种许愿打卡地啊，就是公开的表白墙，要留下来写下来的，你会写吗？不会。虽然我觉得这种形式很浪漫，对，但是我总觉得那样就不灵了。我觉得就是好像觉得很多东西不需要公之于众。对，表达爱的方式还是挺多种。我这样可能有点过于深沉，但是感觉我自己是自洽的，对吧？审美不能一个样，对吧？我也一直很相信一句话，就是殊途同归。你写完了？我写完了，我写了一个给自己的未来的，我想写给2034年的我。2034年，我就想问我自己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有没有自由生长？就反正我是跟你们交流了，就是很多了以后，看到了生活很多的可能性也好啊，感恩自己做了某种选择，然后也遗憾做了某种选择，也想说有一些是想改变的，有一些是不想改变，还会坚定选择。我就希望看看未来的10年以后的我自己，是有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生长的。我就想问自己一个这样的问题。哎，我好期待看到2034年哦！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回到了这里，哇！你不用回到这里，这封信会在34年，但我没有写地址，这封信会在。我先替你拍下来，万一要是找不着了，还能找着，我还能发给你，问我一声。对如果在2033年你没有拉黑我的话，你是干了啥？我要拉黑你？2034年你们问我一嘴哈。好的。问我一嘴。好，下人，我把它投到邮筒里。好的，去吧，把时间留给你自己。未来邮筒。投到我的未来邮筒里。2034年，看看是个啥样。走吧，咱们。走吧。哎呀，按这里吧。哎呀，现在心情很矛盾，又很享受，然后又觉得他们有点。只能说他们年轻人，我们那些中年人真的是要躺下来。我们以你爸为首的。因为我有寒腿，我感觉到温暖了。多来一会儿时间。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拍北京一场戏，要不是最后一场的话，我肚子根本就是撑不住了。那时候那个衣服已经到这里了，给我撑到。是吧？半年多了嘛。哎呦，那个很幸福的啊，正好拍完了。他跟我一起拍的。对呀，多好。这一部戏。真的是。所以你大女儿应该好好看一下这部戏呀。会的，我当然会给她看。她也参与了呀，对呀。是的，我坐月子做得很好。我跟你说，谁问我，我都说坐月子真的要乖乖的做，才1个多月而已，你完全把身体都全部恢复变成一个少女的感觉，而且母语是很好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妈妈也是很好。对，而且母语啊，它有抗体在里面。对，我大概就是3个月左右，我已经开始开工了。所以我会把它放在冰箱里面，然后呢，我不在了，他们就喂它用瓶子喂，加热那个。对。
还有就是母语有一个很好的，就是你跟孩子那种亲密的关系。对，我现在就想想，他半岁以内有一天哭得不行，我老公抱他怎么都不行，然后接过来，真的1分钟睡着了，真的，哇，好有成就感啊！他会闻到你的味道，就觉得很熟悉，对，很安全感。对。你还记得我跟你第一次见面是哪一双鞋？你不可能记得了。是不是跪我几下？不是口是的那个。我第一次见你是那场，就是我假孕那一场。哦。哇，当时你老远走过来就面带微笑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很想说话，但我不知道说什么，但是其实心跳很快，然后表面上看着还特别云淡风轻的那种，好像不在乎，眼睛差一点没翻过去，就还在掩饰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真的。要不像现在这样的，早就冲过去了。哎呀，弹指一挥啊！真的。我真心跟你说，《甄嬛传》是我拍内地的作品里面，我最快乐的。这个我觉得皇上，我也觉得他好好玩，陈建斌是的，因为他那时候说对白，我还没说完，他就把我对白抢过来继续说。然后我问他，我说陈老师，我还没有说完呢。他说，哎，你不用管我的，因为他是皇上，所以他不会等你们说完他就说。我觉得，他这样说也挺对的嘛，皇上嘛，对吗？皇上说，其实我是不想再听，我听不太懂，走开，别说。天哪！说实话，他刚开始跟我说，你能不能说普通话？因为我真的听不懂。我立马说，我可以说普通话的，只要你不要介意我的音准不对。他说没问题。然后我在说对白的时候说普通话，他说你还是说普通话。因为那时候的普通话比现在更难听，你明白吗？我感觉我在拍一个香港电视，导演，饶命啊，导演！哎呀，我跟谁最好了？那时候是华妃展欣，因为那时候其实展欣是跟我老公之前拍过戏了，所以我老公特意交代你好好照顾我老婆。哦，怪不得。然后后面我跟他。我也很喜欢她，因为她是一个很爽朗的女孩嘛。对，是的。但是我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遗憾，所以我现在就想拼命的弥补嘛。因为那个时候就压力很大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大。那个时候是在北京先拍的那场戏，就是被推到水里那场戏。然后呢，我当时一下去，我就感觉我的花盆底掉了，哇，那个脚啊，那个头啊，然后你越想往上，人就越往下陷。然后后来导演还说，哇。他说那个救命喊得很真，我说我是真的喊救命啊，演得特好，我就整一场戏只有这一场最好，真的。我当时就记得导演喊看，然后我眼睛都没睁开，就咚咚咚咚掉下去，好多人，我都不知道是谁赶紧把我背起来的。然后第二天就传遍了，然后每个人见到我都说，哎，听说你昨天晚上跳水了。他们说错了，我要下去喝水，我想把整个池的水都放在肚子里。天哪！太好玩了！我想知道我们现在去哪里啊？去吃饭啦，走吧。从这次节目，从大家身上我学到了一点，就是我现在知道我的行事的多余感，就是有的时候我是站在我自己的个人角度，我自以为我是替别人着想了，但是有时候别人不是这么想的。就首先啊，这不是多余感。因为你是想让大家开心，以及希望周围的人舒服，这就是你说的。你说你变得越来越像你妈妈，有可能你妈妈是这么对待你的。她就是完全纯付出型人格，我就是属于我的性格上完全做不到，但是耳濡目染，就是会让我就是下意识的觉得要去付出，要去奉献，但是又能力上其实又非常的有限，就是经常要付出，付出不到位，要奉献，奉献不到位。所以就是多余，但是呢，就是你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还是真的坚持一个想法，就是因为人和人是那么的不一样。对，哪怕我跟我妈妈之间，我们都是有边界感的。我觉得边界感是好事儿，边界感它让我们彼此更亲近，它不可以以妈妈的名义，觉得我必须干某些事情。我这点其实我特别想向你请教和探讨一下。我觉得我做的很不好。就是当我和我的家里人，尤其是我的妈妈，会产生一些意见分歧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沟通。
那你有没有的时候妈妈照顾你会让你觉得有点儿？有的，有时候其实是有的。就好像有时候回家了以后，妈妈说你吃这个呀，吃这个呀，吃这个。我说哦，我现在不吃，我现在不饿，我不想吃。哎，你甚至就有时也会觉得，哎，我都说了不想吃，你怎么还让我吃呢？你懂吗？对，就他觉得你回家了，你现在进屋了，你渴了，你肯定就想喝口水。但其实可能我进门之前，我刚喝完一瓶可乐。就是你那天回去，你就可以很正经的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刚刚喝完了一瓶可乐，我是不会吃的。妈妈逼你，你就是坚决不吃，你妈妈不会再逼你了，因为你妈妈会知道你说话是算数的，你完全知道自己饱不饱，饿不饿。”就是妈妈也会知道说你不是客气，你知道这样子往往下去以后会很轻松。对，他反而需要一个改革的阵痛。哎，真的就是当你跟你爱的人说清楚你的诉求是什么，不想要什么，才能让你们的关系是非常良好、很健康的往下去走。我刚刚说的这其实是我自己试了，我觉得好用的。它适合我，但不一定适合所有人。我觉得你说的是非常的有道理的。你可以试试，对，很有借鉴意义。其实，在车上我们也聊了很多东西。我觉得看到什么，或者说去到哪里，已经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。包括我很惊讶的是，我可能作为一个姐姐，反而在我们整个团年龄最小的莹莹身上，我学到了很多。这一路，我觉得就没有白开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啊，你出发想要去的这个目的地没有到。不重要，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的风景探索到了，它反而更加的重要。这都是饿成什么样子的人？大爷你好，里边请啊。你看啊，这么大3个锅，我们这是冰煮羊特色火锅，也是我们宁夏特色啊。哦，我们一直在念念不忘，好多人都在说。我终于吃到火锅了，想了很多天呀！来，啊，火锅，我们来！太好了！哎呀，可怜死了！快坐吧！我们给咱们煮一下肉啊！现煮啊，老板。对，现煮的。咱们第一步先加入冰块，咱们必须得要冰块煮羊肉。那它有什么区别？主要是热胀冷缩的反应，它把这个肉里边的纤维会断掉一部分，让咱们这个口感更细腻一点。然后加入咱们这个羊羔肉，你看用矿泉水来。对。15分钟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回来啦！烈欢迎！抱一下，你们辛苦了，你们真的辛苦了。你怎么样啊，欣然姐？我还好，没问题。我想你了，现在没空想我了。咱们现在这个肉可以吃了啊！哦，哇，这好嫩啊！入口即化，是不是？对。哎呦，太好吃了吧！天哪！哇，这个汤！今天我太满足了，你们不走我不走。哎，所以你们今天就是只打卡了2个景点，就是一个表白，一个邮局。对，太远了，来回7个小时嘛。我们要穿越沙漠，进入到无人区一样的地方去。我真的是深切体会到什么叫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。有锅很震撼，真的是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。对，真的是越过山丘才发现真的是无人等候。但是咱们今天特别好，咱有人等候。我们今天是真的有人等候，华妃在等我们。啊！你们知道有多可怕吗？不可能！一台公仔啊，他的声音在等我们。吓死我！你还会说人在那儿啊！我的天！
你们今天干嘛了？分享一下。我们今天好辛苦。我们今天嘚瑟的很辛苦，一路在给你们炫耀嘛。我本来想说，我只要一个头疗就行了，我不贪心。安大姐说，你不贪心，我可贪心，我从头到脚都要，所以要聊一下，我都要。那太辛苦你了。爸爸，爸爸，你不可以这样子说话。我的女儿数钱我都觉得她辛苦。我觉得你们今天是身体疗愈之旅，我们是心灵疗愈之旅。当生活节奏很快的时候，踩脚刹车是很好的呀。我们3个就踩了脚刹车，明天你们也跟一起啊。好。我是觉得我跟九郎做班长，真是特别成功。咩话？之前不太成功是吧？成功。但是我到现在都没明白，为什么我是负60个金瓜子儿啊？世界8大未解之谜呀！那还有比陶贤对金瓜子儿这事儿更执着的人。哎，我也很好奇，为什么？谁负来着？还有 A 大姐负。你怎么败家子儿了？我咋知道啊？可能就是像他说的，我太美了。是不是因为我们太美了？啊，可能哦。我们太美了。但我应该也付多一点啊，怎么可能跟你一模一样呢？这我不平行啊！好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我笨。你就是传说中的美丽笨女人，所以吗？就是我了，太美丽了。啊，我也是个笨蛋美人吗？对，你只要说我美丽就好，笨无所谓了。我觉得吧，我们录到现在也差不多快被金瓜子给玩坏了，真的。金瓜子把我们搞得有点魔怔了。不是，你看，今儿是20号吧？15号我们单位发工资，我都觉得没发金瓜子我都别扭。呵，妈呀，他已经走火入魔了。那天我们在云南开高速的时候，然后是思思付钱嘛。哎，我说，哎，他怎么拿自己的那个2维码去交钱呢？怎么啊？我在想起我们不是在金瓜子的世界。哎，今天在这儿你还问了一句，你说这个葡萄我可以付你金瓜子吗？人家要金瓜子干嘛？我们被他们给弄魔怔了。哎，先给你们看一张这个。啊，好丑啊！我还说前面这个人是谁，我都没认出来。哎，帮我撕烂它。这边吃了，立马撕烂它。小龙老师，没有修的图不要给我看。很好啊，干嘛呀你？你这什么表情啊？这是你的，我的，过来呀，宝贝儿。啊，我像个傻子。什么啊？哎呦我天，这张算了。我看，我要看。不给他们看。跟你那张一样啊，是一种风格。哇！是。哎呦，这个表情真的是要命，多可爱，多可爱。不是我的明信片，真的就那一张吗？我只找到一张。为什么我就一张？对呀，为什么我就一张？你拿回家贴在床头。是，不行，你都有3张，我每一张。不行，我心里不平衡。你们导演组啊？对呀，为什么我就一张？啊！谁说 OK 呀？就是这么独特。这个还啊，谢谢一套的。谢谢亲爱的，我很开心。哪张可以？哎，我的呢？你要什么啊？不是你给他的那个，你没给我呀？你们不是没有收冰箱贴的吗？因为那天中午 A 大姐说她有冰箱贴的习惯嘛。朋友们，这是我们去到沙漠邮局以后在桌子上放着的，不要打开。你也知道的，我们如此桀骜不驯，他叫我们不要打开，我们就会乖乖不要打开嘛。所以我们果断的打开了它。
就反正里面全是沙，里面全是小纸条。他们有些是拿这个沙许愿的哦。对，这可以许，因为这就是大漠深处的沙。对，这就是我们带给大家的礼物。你觉得孤独给你带来了哪些积极的影响？因为这段时间同行，大家应该也发现了，我是一个做事特别急躁、毛毛躁躁的一个人。孤独了，只有我一个人了，我不需要去观察，不需要去做一些让我很急切的想要去做的事情，所以孤独能够让我慢下来，面对自己的内心，看到自己真正的需求和需要。你觉得是慢下来？对。过去的哪个回忆能让你在孤独中感受到温暖，感到温暖？其实我刚刚一直在想这个。其实有好多个瞬间的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这3年，我觉得经历了很多，对吧？经历了床前尽孝，然后孩子又生小，然后自己觉得好像，哎，我怎么觉得好像自己身体还哪里不舒服？然后呢，好像好多事情又不得不推着你走。所以其实这3年我会偶尔会有一些孤独，虽然我其实还是那种可以享受孤独的啊，但是。有些事情你总觉得你还是需要力量的吧？有一次我一个朋友，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，很简短的，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在。对，好窝心哦。她是一个非常棒的独立电影导演，是一个女性导演。就是我觉得她永远是一个，不管你什么时候，她都可以不急不躁，跟你讲什么都可以娓娓道来的人。对，这是欣然姐的双向奔赴。会，你欣赏的那个人，他也在欣赏你，也在爱着你。是，可能我对感情的纯度要求比较高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，就是我是这样对你，我可能也渴望你是这样对我的。这太难了，而且你渴望这个事儿，太内耗了。哎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人说啊，半个娱乐圈都是他的朋友，你看生日，半个娱乐圈都祝他生日快乐什么的，出个事儿试试。但是咱们都明白，不要被这些事儿所裹挟和牵绊，对吧？然后又成为一个人或者咱们这个行业成为一个评判标准了。你看他过生日，有没有人对祝他生日快乐？不重要那些东西的。对。所以呢，我们生命当中本来重要的就只有那么3-2个人，足以呀。所以我那天为什么说了一句，我说年纪大了，我只筛选不改变，就是我就筛选。时间帮我们留下的就是对的人。大家可能觉得我不合群、不好相处，那生活当中的陶欣然，我还是有非常非常铁的朋友的。我觉得这个是时间的馈赠，要珍惜。好，再继续。那我念吧。好，哎，怎么感觉好像是为我设计的？命运交给你的。你曾因为孤独而学会了什么新技能或兴趣？对，他天天在学会新技能和兴趣。你真是学习委员，我感觉。我喜欢学习，但不喜欢上堂。上堂是手枪上堂。他不喜欢上课堂。我长大了以后，就是不是为了考试，而是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的时候，我就很爱。你怎么对什么都感兴趣啊？哦，我对好多事情感兴趣。今天我们俩在沙浴的时候，我们俩聊，我有没有说过一句？我说你是莹莹的升级版。对，是我的未来版。我跟 A 大姐是很像的一个点，是我们很喜欢把我们的生活填得很满，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很丰富、很多姿多彩。新技能或者兴趣，因为孤独，尤克里里是的，但是呢，其实练琴其实是一个很枯燥的事情，你是要自己的，但是音乐又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，就音乐又是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的，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尤克里里它可能是从孤独而生，但是它却让我走向人群，走向和朋友的相聚，让大家更热烈，就让大家会更加快乐。九郎该念了啊，该我这个了。孤独的时候，你会用什么方法让自己振作起来？我要是能振作，我就不孤独了。孤独的时候，你会用什么方法让自己振作起来？就是比如说我最近沉浸在一个什么事儿，我很孤独啊，也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啊，然后我就会再想一个更孤独的事儿，
啊，真的啊？然后去治愈这个。对，我觉得打败烦恼的必须是烦恼，打败魔法的一定是魔法。他贼逗，你知道吗？他有些逻辑很有意思。还有一种治愈的方法是，跟你说一别的事儿，比如说我经纪人突然给我发一微信，咱接一工作，我就不孤独了，知道吗？就马上该上班了，我也就不孤独了，就是起码我起码能抽离一下。我永远不信任在这个世界上能治愈情绪的有什么良药，只有麻药。接受你的情绪啊！对啊，就是我自己跟他，其实我现在跟孤独，我们哥俩处的还行，处的还行。对啊，我们这哥们都不错。你觉得在《幻境幻妖传》你孤独过吗？孤独过，最开始是吧？我是觉得姐姐跟哥哥大家都很爱我，人都觉得我不错，但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抽离一下。其实我感觉他们演员都特熟，就是我总是很担心自己是不被需要的。关键是有时候，今儿我还看一网友说一句话，《甄嬛传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对，它就是跟我没什么关系。但是我就特别想说，就是得让你知道，你对这个团体来讲是多么重要的存在，就是你要早一点知道这个事情。我觉得你的那个孤独，刚刚开始那一点点孤独是很正常的，太正常了。毕竟我们是很熟的人。然后你呢只是在电视机里看我们，然后呢，其实我们觉得你是自来熟，反而你不是自来熟。对他其实不是，是扮演自来熟吧？其实我跟你一样，我到哪个地方，他说张小龙肯定行，他一去了破冰，其实我还在想我咋破冰的。他气氛担当，我怎么我就气氛担当？我自己对这个事儿很气愤。他最早的时候来的时候，我是气氛担当来的。对。后来一发现你们不用我调气氛，后来我说那不用紧张，我那种搞笑担当，好吧？哎。后来搞笑担当也不是我，是兰溪。我可没想要抢你的意思啊！你是颜值担当。后来我说颜值担当，后来我一看艾德姐也不行。他越听越听，是吧？我看也不行。为啥我说才艺担当？我一看蓝莹莹，我又不是。后来发现个性担当，哎不行，曹欣然。后来我到最后一期我才明白，司机般缺人，我这是当一天司机，就也挺好。司机下一季可以不要，你就成为了我们中间的一份子，下一季没有都不行，是吧？以后我就是那会儿。第二季的话，真的有的话，你也因为太红了，你没时间来。我红不了，我红不了。我跟你讲，下一季先问没有酒廊不来。你看看，你还孤独吗？我不孤独了。对啊，没有你能来吗？在最孤独的时候，你最渴望得到的是怎么样的陪伴？好，张晋，好，回答完毕。好，张晋，我最不想有这个人出现就可以了。就是最渴望是怎么样的陪伴啊？一个很有智慧，能够明白我，但是能够说真心话的人，然后能够在我最孤独的时候默默陪伴，不是，他要跟我说，我发生什么事，不要给我在那个孤独里面自怜，陷进去啊！我不想自怜，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。然后我很容易就会给自己变成一个我好可怜的角色，然后我会跟自己说，我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。我为了哪一个做了些什么，我为了家庭做了些什么什么，我觉得我很可怜。为什么你们这样对我？就是有一个智者，如果在我身边，当头棒喝的跟我说，就需要我这种。往上撒盐的，他就会让我清醒。哎，你又让我想到一句话，就说我怎么对待别人是我的修行，别人怎么对待我是我的因果。我特别喜欢您那句话，就是特别反对自怜这个，我自己做不到这个事儿，我也做不到。我越来越发现，就是每一样事情发生了，不管是怎么样，你总要去面对的。
对，只要你愿意去面对，那个就是你的生活了。没错，但是很痛的，你就哭呗，你就跟你最相信的人，能够站起来的人倾诉一下，说呗。对，但是你怎么样都要孤独的去把它成就，变成你自己的东西。好，干了，来吧，让时间治愈一切。我们都不孤单啊，孤单就找我哭。你看我们这帮人多绝，孤独的话题硬给聊嗨了，你说说？哇，有点子震撼哎！沙漠上固沙魔方，中国人真的是太伟大了，值得看。哇！来了，走起来了！蓝天白云，我爱你！哇，骆驼队伍真的是太漂亮了！呀呀呀！哎呀，这个大！哎呦，哇！哥，姐，我错了！玩九郎，打九郎！最后一个还有飞行吗？不会是崭新吧？这可能实录啊！微信搜索同程旅行小程序，订酒店、机票、火车票、满门票，千算万算都划算。7月17日第2周起，每周3、周4中午12点正片更新，会员抢先1周看；周5中午12点，会员专享策划衍生，正主聊不停；周6中午12点，会员专享加更版，看更多正片未播的精彩内容。周中花絮、预告定期掉落，还有会员礼包换新小站，包含超多独家内容。快来和娘娘团一起开启换新之旅吧！这边突然的就开始了。果郡和温太医谁更适合做老公？他只要有一点表示，我就躲。对呀，你做惯了备胎了，那肯定他是。温太医不就是嘴巴上各种不敢，结果什么诛九族的事儿都干了吗？这个词儿不合适吧？你怎么会这样？果郡王跟温太医的话，我一定会选果郡王。对于男人来说，生命可以付出，但是对呀，都不要老公了，你老公不要。天哪，这是可以做的。在一起10几年的好朋友发现3观越来越不合，要不要及时止损？就原来我在北京住地下室的时候，我的同学来到北京治病，2月没走完了之后，又弄了个女朋友来，我们3人住一房间，你说我这个……果然这一趴只有我们尊贵的会员朋友才能看。大家好，我是奔赴万人现场的策划人梁龙，我是奔赴万人现场的策划人薛之谦，还有一位特邀的策划人，都知道是谁了，对不对？让我听听你们为谁而来。我们将带领一群音乐人，通过每一场真实的线下售票演出，一步步冲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万人演唱会。欢迎来到喜人奇妙夜。1周的工作做完了，老板的嘴被我堵住了。周末包饺子的馅儿我已经和好了。招静在哪儿？可以来约我了，因为周5我们下班了。我们就往这边走吧，妹妹们，还是姐妹重要。上微博参与换新环游传话题讨论，和换新团一起聊旅行趣事，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节目旅行的每一站，换新官都将在微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，快来一起换新环游吧！腾讯视频电视版、极光 TV 同步播出，畅享大屏极致视听体验。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，获取更多追剧资讯，领取 SVIP 优惠，首次关注还有机会抽 SVIP 年卡会员哦！关注腾讯视频 VIP 微信公众号，可参与抽会员哦！让智能创作如影随形，腾讯智影用 AI 超能力和娘娘团一起出发。